大家好，今天呢，我换了一台小车骑行啊。前段时间呢，也跟大家报告过，我最早买的这一台折叠单车，已经2年多了啊。伴随着我2年多的时间，骑行了无数条的街道啊。很多时候呢，我就在村里像今天这样的随意的骑行。这台小车买了以后呢，本来就是一台2手的单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它应该出现的一些状况。今天一边在村里骑行，一边也跟大家随意的聊聊。今天呢，我就换的这台单车呢，装了一个360的叫第3人称视角的一个支架。这个支架呢，我已经用了第3个了，但是跟前2个不太一样啊。我就感觉今天我把这个延伸杆装上的时候呢，它好像对不正。360相机呢歪在一边啊，但我心想着它是一个全景可以截取画面的一个相机，歪着就歪着吧。回去以后呢，看看能不能通过软件来把它调整。主要呢是前几天啊，我买了一条链条和链条配的一个叫魔术扣吧。就这种魔术扣呢，它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去掉一节链条，它就很容易通过这个魔术扣呢把它扣上了。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过，我这台小车呢，因为有朋友建议我说，可能链条有些松啊，它经常会脱落，就建议我拆掉1节甚至2节啊，然后呢再把它装上。所以我是无知者无畏啊，就在网上订了一些修单车拆链条的工具，然后呢就在家里头花费了一些时间。链条呢是拆下了，但是我没有在它那种可以分开链接的那种魔术扣的地方把它拆开，我就是硬拆啊，结果拆下了2节链条，但是造成了链条变形，就我再也装不回去了。无奈之下呢，就看了一些视频，看了人家修车的换链条的一些经验这样的分享，后来就发现原来呢是我没有找到正确的拆的地方啊。就是原本呢，它一个链条啊，应该它有一个很容易拆掉的，就是带有魔术扣的地方。但是呢，吃一堑长一智，我买了新的链条以后啊，我并没有用新的链条，而是附带的魔术扣呢，就又拆掉了1节链条。那么也就是说，总共在拆了3节链条之后啊，装上了一个魔术扣。那么也就是说呢，等于是把原来过渡太长的链条呢，就拆掉了2节，又重新把它连上。其实我前2天已经出来骑行试了一下，就感觉还行吧。就像我现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你如果不是很使力的话呢，跟平常无异。而且好处在于呢，就这个链条啊，确实好像紧实了很多，就没有那种很松动的感觉啊。相信踩起来效率应该也会高一些。原因呢，
我上次已经分享过，当然只是我的猜想，就是你在这个骑行的用了很多年之后啊，就你这个链条挂在这一个飞轮上面，其实这些材料呢，我看好像都不是铁的，或者即便是铁的呢，它也会磨耗啊。就每一个齿轮都磨耗一点点呢，就会让你的链条显得就相对的变长了。这也是网上一位朋友建议我拆掉1到2节链条的这个理论依据吧，或者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啊。所以呢，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就是在2年多以前啊，正好是疫情期间，这个时候呢，正好大家都知道很多工作都停工了，甚至有一段时间呢，整个大门都给封锁了啊，但是小区里面呢还是可以活动。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无聊，就想着怎么能够给自己找些事干。结果呢，就通过一个二手的网站啊，就在佛山那边呢，有一位朋友就卖出这么一台小车。那这台小车呢，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样子有点奇怪啊，因为跟我们平时骑惯的这种自行车啊，真的长得很不一样。但是呢，我就觉得它便于携带，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可以开车去到一些人少的地方，比方说南沙啊、从化啊之类的这些地方。这就需要呢，把单车啊装在后备箱，然后开到某个地方呢，你可以骑行一下，既当锻炼身体，那同时呢，也算是一种旅游观光休闲的方式啊。就当时也没有太犹豫，花了3000块钱人民币呢，就买了这么一个小车。虽然家人还有些不理解啊，因为他觉得我们中国是以前出自行车的一个大国，我们中国的凤凰、永久都是非常好的品牌，即便是买一台新的车呢，也就几百块钱而已，加上一些功能的，也绝对不会超过1000块啊。就是说，你买个二手的，人家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一个小的折叠车，结果花了3000块钱，就觉得是不是不值？但是这2年多来的骑行的体验呢，我就觉得，即便是一台旧的车啊，我觉得它基本上还是保持着不错的功能。就它除了更换了一些该更换的东西，比方说前后2个轮胎、外胎、内胎啊都更换过了。尤其是内胎呢，我现在就把它看成一个消耗品啊，就它每过一段时间它可能就会爆胎，或者是扎钉子之类的。也不贵，一条内胎呢也就10几20块钱，所以我一般就会买4、5条放在家里啊。所以坏了呢，我就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去很容易的把它换上了，甚至我连补都不想补了。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链条，其实这台车用了2年多啊，是第一次，还是我主动的去把链条截断一节，结果呢，因为我自己的不懂，就造成了必须要再去买一些像魔术扣之类的东西才能装上了。但是呢，不管怎么说，通过自己来更换链条，结果还是知道啊怎么来拆卸，怎么安装。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啊。人呢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在专业上你要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在生活上又何尝不是呢？一样的，你要学会更多的生活的技能，或者说你对某些东西产生了兴趣，你就会投入，你就会钻研，最终呢你会掌握一些其中的窍门，或者说像这种单车的维修啊、保养啊，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在于呢，你不用求人，你什么事情都靠自己来解决，而且呢熟能生巧啊，就你一旦学会了这些简单的修理呢，其实你觉得也并不是那么难啊，所以它也是很容易就能够让你掌握的一门小小的技术。自从买了这台小车以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啊。那么以前我经常开车去上海，那有车呢就可以很容易的运输这样的小车，我就把它放到车的后备箱，就开回到上海。那四处呢周围可以走走啊，确实也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我的朋友呢会发现啊，我不仅在广州附近，在上海市区和上海附近呢也留下过很多骑行的足迹，尤其是在上海的黄浦江边，特别是浦东那条20来公里的骑行道呢，真的是非常之美。应该说后来我只是在温哥华骑行的时候才找到一条和它比美的骑行道。那所以呢，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既让自己的身体呢得到了一些锻炼啊，应该说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在这2年当中呢倒是没有生过什么病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锻炼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呢，是可以更多的看到骑行道上的风景，看到的人和物，就有些时候让你感动，当然有些时候呢也会让你感到一些不理解、不合适，但是这就是芸芸众生，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啊。所以呢，我觉得有了这样的小车，骑行呢反而让自己的阅历增加，感受呢变得更加的丰富，而且呢也是因为啊，一个是退休，告别了以前从事了很久的专业的工作，正好也是处于一个空窗期吧。那么这个时候呢，给自己找一些事干啊，那我就觉得拍一些生活的视频，尤其是让我的亲友和远方的孩子，他们多少可以通过这样的视频呢了解到家人的一些状况啊。所以也就是为了这种朴素的想法，就一直骑着这样的车拍了不少的视频，虽然拍出的质量都不行，但是呢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呢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想干的事，并且呢把它坚持了下来啊，我觉得也都为自己点点赞啊。这个呢就是今天一边骑行一边跟大家聊聊啊，就是我现在骑的这台绿色的小车，在2年这个时间带给我的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呢也有小小的挑战，但是总体来讲呢，结果就是让我爱上了这样的骑行。我觉得这种小车特别适合我们这种上点年纪的人，
因为它车速不快，而且呢成本不高，更重要的是它便于携带。在广州呢可以搭乘地铁，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身体又可以休闲旅行的一个工具。也正因为此呢，我有一回在上海看见一位台湾人，他呢也出售一台跟我现在骑行的这台车同一个品牌的，但是呢却是一辆崭新的车而且它的变速呢不是我这台车的这种3档，而是说它是6档的变速的一个小车。那当时也是就感觉它可能是一个样品的车吧，它卖的比较便宜我记得是2600还是2650买下了那台车。而且那次呢我正好是开车回到上海，而他出售这个车的地点呢却是在苏州的昆山区。那个地方呢其实以前也很少去所以我当时抱着一个旅游的心态就开着车前往那里。结果那位车主真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位台湾小伙子我记得我曾经拍视频还分享过，很诚实，而且看上去人品也不错，所以大家就没有废话直接就买下。然后那台车呢我一直放在上海，就成了我在每次回到上海以后经常会骑行的一台折叠型的单车。因为比较新，所以呢我也就可以没有顾忌的骑行。但谁知呢有一回也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链条突然就断裂了，不知道是质量的问题还是我使用方法的问题。结果呢找了几家店也找不到合适的修理的地方，最后没办法我推着车回到我的住所。结果在街坊的指引底下就在一个小区里头找到一位老师傅，他什么都修，当然也包括修单车。最后呢花了20块钱就把我的链条给接上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就对这个车还是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只不过呢无论在哪座大城市现在修理单车尤其这种小单车的地方呢非常之少，可能真的也赚不到什么钱了。大家现在骑行更多的可能都是带电功能的那种助动车，所以呢我觉得就更的需要自己要懂得一些保养、更换零件、维修这样的知识，否则的话呢真的无以为继。而且呢因为自己也修理了几次，它自行车毕竟还是有些特殊的工具，所以呢确确实实也买了不少维修的工具，有些合适，有些呢不合适。但不管怎么说呢也把这一套东西基本上凑得七七八八了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家里需要维修一下呢基本上这些工具也都差不多够了。但是呢我也是为了避免入坑对那种这种小部品牌的专用的维修工具虽然很袖珍，看上去很不错，但是我还是没舍得买。我买的一般都是一些相对便宜，功能差不多，但质量呢应该是有不同的一些维修工具，包括我购买的那些消耗品除了轮胎的外胎呢我都是坚持买的小部的单车的正品，而其他的一些呢那就一般般的，我觉得也没什么所谓的。
这个就是我骑行以来的一些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但是呢，并不建议大家来在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兴趣或者对这种小单车的骑行啊，就是还不是特别懂的人呢，去购买。因为我也发现这些小单车操作起来要比大单车要难一些，你还是需要一些骑车的这种经验，并且呢，你要坚持长久，你才能够摸熟一些规律或者一些操作的技能。你否则的话呢，它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容易掌控。你想当然的，它就有可能跟你想象的普通人用自行车的操控啊是不一样的，是容易摔跤甚至出车祸的。所以这些呢，还是特别要提醒大家骑行的朋友，特别是骑行中有小车的朋友，以后有机会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出过的几次状况。也正因为呢，买了2台啊，相对价格不算很贵的这种折叠车，但是呢，随着骑行的深入啊，就感觉还是需要一台正品的这种 Brompton 的单车，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品质确实有些保障，这是我在网上看过很多人分享。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贵，所以呢，差不多花了5倍左右的钱呢，就买了一台从外形上看啊，跟我现在骑行的这单车几乎是一样的一台 Brompton 的车，也就是我前段时间一直在骑行的那台小车。那原本呢，我是以为我的孩子他读完大学他就要回来了，我就想着是给他的一个礼物吧。那么以后呢，父女俩可以一块出去骑车。但谁知呢，他还是找到了工作，在异国他乡呢，想要奋斗下去。所以呢，现在这台车我就变成是我平时经常骑行的一台车了。当然，只要他需要啊，在一个合适的时候，我非常愿意赞助他一台，让他呢也可以平时没事骑一骑。因为我知道他生活那个城市呢，真的非常适合骑自行车，有非常多的郊野公园，也有很多湖滨的这种骑行道。就如果说我某一天也到那边去生活的话，那完全有可能我也会去入手一台这样的小车，就像在广州、上海一样，随意的骑行和去发现那座对我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城市的一些人文、地理、社会风尚。总之吧，我就是喜欢在生活当中呢，尽自己的可能动起来，让自己呢亲身去感受一下你生活的那个地方，它的风土人情，它的社会时尚，就这些呢都是生活的佐料，肯定也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让自己的心情呢变得更为愉悦。这个大概就是我骑行的一些观感和一些小小的经验分享。好了，我觉得我今天其实就是试一下我的单车，因为今天其实也挺热，好不容易又出了太阳，
昨天晚上还是下大暴雨，天气呢比较热啊，大概现在34、35度这个样子，所以真的碰到这种天气呢，我觉得天命不可违啊，人也不要去挑战自然，更不要与天斗啊。所以呢，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就在村里骑行一段，锻炼一下身体，也跟大家呢适当的交流一下关于折叠小车的一些事。如果朋友们对这种折叠小车，或者是利用这种折叠小车出行的一些体会啊等等，有更深入的想要了解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给我留言，我可以根据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呢，专门找时间来跟大家聊聊。我已经连续在祈福湖畔转了几个圈了，骑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平路还是上坡路呢，都还算是顺畅啊。特别是我觉得这个链条啊，好像绷得比以前紧了一些，但是呢又不会阻碍骑行这个脚踏方面的使劲啊。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歪打正着，原本想切掉1节链条，但后来呢，其实切掉了2节，但是现在用起来，我觉得感觉应该还是正常吧。还有呢，再补充一点，就是这种小步款的折叠车，它的车把其实是有3种，大概有3种类型啊。一种呢就是平把，就是我现在这台新的小步车，就那种，它就有点你必须要稍稍的向下前倾才能够骑行。我估计它是一种模仿赛车型的那种骑行的姿势吧。那第2款呢，就是我留在上海的那台，它叫雁把，就大雁的雁。为什么叫雁把，我当然不知道。那么它呢，就是和另外一台，就是我现在骑行的这台叫 M 把的车把相比啊，它的高低呢就介于2者之间，就你也需要向前倾一点点，或者你必须把你的坐垫呢放低一点点，才比较容易平视。而我现在骑行的这台呢，其实是最适合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骑，蛮适合那种就不追求速度，想要到处看看，到了什么地方就停下脚步来四周张望一下的这样的这种骑行的方式。而且我的大孩子他也特别喜欢这种车，所以如果我以后有能力再买一台新的小步的话呢，我就希望能够买一台像这种款的。那我相信呢，就是在未来还骑得动的岁月里能够更好的到处走走看看。当然这个车就是家人成员共享就他们呢也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他们骑行的车型，让他们呢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呢骑行一下我觉得这也挺不错。
好了，今天呢，就是一边骑行一边呢就跟大家分享2年多来的骑行的一些体验。从我购买的第一台2手的单车，就是我现在骑行的这台单车，到随后又添置的2台新的单车。虽然呢也有一些花费但是呢，我觉得带来的乐趣更多。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性价比还是相当不错。当然，这纯粹因人而异吧。就每个人对金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于金钱的使用的分配呢，也是各不相同。那我觉得呢，只要值得，只要在自己的负担能力可行之下，或者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呢，还是赶紧去做。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在这边呢，我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谢谢大家2年多来的跟随和观赏，谢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呢，我的那些虽然质量不是很高的视频，能够给同龄人，能够给那些将也要退休、迎来新的自由生活的人们呢，有一些参考。当然，我也希望说，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偶然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年长的人，也许呢，跟他的父母亲同龄的人，他自己一路过来的人生的体验，以及现在退休以后他有些什么样的想法，过的什么样的退休的日子我觉得也有助于帮助他们了解一下他们的父辈，他们的这种生活的状态还有就是他们内心的一些想法吧。所以我还会继续分享，但是呢，请大家也不要期待我有多少能力能够提升我视频的质量因为对我来讲呢，拍摄视频就是写日记写一个比较公开的日记而已，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做一些文词词汇方面的修饰，就是直抒胸臆想到哪就说到哪，看到什么就拍到哪里，大概就是于我而言比较简单的一件事。好了，那在这边呢，跟大家拜拜，祝大家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